人在苏州吃148元美味的粤式早茶自助，能有多快乐？地方秘制叉烧、烧鹅、金钱肚、烧麦、蟹粉、小笼包，一口惊艳。Hello， 这里是在苏州的拉拉园。我出门还没有下雨呢，还好来的是酒店吃粤式早茶，没有淋到雨。今天我们去吃这一家的148元一位的武式粤式早茶自助。Let's go！ 我提前预约了，他们11点半开餐，现在才11点08。小哥您好，这个餐厅在哪里呀？餐厅在2楼。好嘞，谢谢。拍视频。浅看了一下，在苏州有3家粤式早茶，我准备在这几天都把它们一一去解锁一下，最后评出我心目当中最好吃的那一家。到了。哦，您好，我一位。对。是的。好嘞。是不是来太早了？行。好嘞，菜直接放在桌子上的，入座就可以看到。先从冷菜吃起，笨爪、海蜇、虫草花鸡菇、泡椒猪手、车味口水鸡。天哪，打雷了！秘制叉烧、3杯鸡，听说很好吃。脆皮豆腐、滑蛋，喜欢金钱肚、烧鹅、菲力、虾饺，喜欢他们把每个件数标出来。排骨、小笼包、广式烧麦黄、一瓶小笼包，应该是汤包。鲜虾饺、生煎包可以来，韭菜饺子、杏香雪哈球、日航春卷，好像这个被评价也不错。苏式黄桥酥饼3件，天哪，犹豫一下，待会儿看情况。沙茶、干炒牛、上杯和乳鸽、杨枝甘露，148竟然包含饮品，太好了！来一杯冰可乐，差不多先整这么一些吧，待会儿不够咱再加一点。小姐姐好了，谢谢。这个好像以前我家老式的那种厨房，这边做饭有一个小窗窗专门递菜。11点20，还有10分钟。Ready go！ 烧一口水鸡，好，锅锅混转。哦，好，谢谢。他们上带顺序我也很喜欢。那上了凉菜，海蜇切了好大块儿，旁边还有一些豆苗。最后是醋味比较重一些，酸甜口。后调刚刚竟然吃出了一点芥末的辛辣感，因为它很厚切，像吃脆骨似的，嘎吱脆。我被刺了一下我的鼻子。干干净净，谢谢。菲力，鲜虾饺。好嘞，红草花，咸辣口，有点我们吃的小零食香辣的金针菇的感觉，应该是杏鲍菇片成丝，弹弄。空口吃会觉得有一点点咸，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豆皮饺。我的妈呀，油香气十足！外面的腐竹皮被炸得泡丝丝的，有清新的豆香味儿。内里包了一点点的小虾仁，内馅不多，重在吃它的外衣。杏香雪蛤球，黑椒山碱烧鹅。好，谢谢。春卷也要趁热吃。酸味儿的，韭黄的味道很明显，很清新。有点鲜辣的感觉，放了一些蒜蓉小米椒。炒牛柳，这个价格吃到这个品质还是不错。牛柳嫩起，我看评论区说他们牛柳很咸，其实我不是很能吃盐，但觉得还可以，盐度的饱和度恰好在这，多1分可能就咸了。甜咸风味，黑椒味重。喜欢这种菇菇，吃起来口感特别好。牛柳不够弹嫩，炒的有些老了。好的，这是蟹粉小笼包。放这吧，没关系。浅看了一下他们的菜式，跟成都的188的差不多似的，性价比真的无敌了。其实我喜欢吃甜椒，竟然有蟹粉小笼包。一口下去有汤汁，蟹的鲜美感，汁水很充盈，感受不到它的馅料，口下去就是汤加皮的感觉，但很好吃，鲜美。虾饺，个头小巧玲珑的。虾饺不 OK， 皮子有点又硬又厚。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做好的就是小心。是，不急，可以的，没关系。这些蒸点你们别看它一笼一笼的，但它里边的分量小，还好做这个绝佳的位置，可以放在这边。烧麦感觉很大坨呢。
口感很饱满，一整颗大的虾仁，咬破鱼子还能感受到它的鲜美滋味，里边内馅包裹着大坨的肉块，咬破它的外衣会有一点油水蹦出，烧麦没得说，很不错哦。来口金钱肚吧。弹脆爽口，酱汁比较清爽，重点在吃它的本身的肉质。黑椒风味，萝卜不太好吃，感觉是老萝卜，萝卜丝丝的纤维感略微重。来口凤爪嘛，一盘3个，都没有用那种粘稠的酱汁去糊它耶。金钱肚和凤爪的表面都很干爽。中规中矩，甜咸的味道偏淡，更重视鸡爪的原味。花生米的质感像腰果似的，很面。双椒、排骨、煎饺，还有限量的大扇贝，个头真的不错，大颗饱满。碎米也清香油润，好吃。干蒸排骨。肉是滑嫩，碎米均甜，鲜甜滋味很足。芋头了，只放了一点点儿，主菜辅菜分得很明确。韭菜煎酱，家常风味，酒香清香，适度的止水。叉烧烧鸭，叉烧肉感觉很不错。有一点炭火香的，很软弹，丝毫不柴口，品质可以媲美粤式茶餐厅了，甜咸拿捏的也到位。我终于在一家粤式自助里边吃到的叉烧，它的瘦肉不柴，边缘区会有浅浅的一点脂肪。豆腐应该趁热吃的。我的妈，这一口惊艳！外皮酥酥脆脆的，很薄的一层，内里像布丁，像水一样，舌尖一抿，立马化成一滩豆腐水，层次感鲜明。一点椒盐和辣椒粉，简单的调味突出豆香气。这边还是3分鸡，谢谢。竟然还有台式3杯鸡，烧鸭。经常没有骨头的烧鸭，肉量吃起来太扎实了，瘦肉很紧实，薄薄的脆皮是它的灵魂，有脂香气。分量真的太顶了，它的皮很脆，下面有浅浅的薄脂肪，瘦肉密度高，偏绵韧口，但又不柴。你每咬脆皮的一下，它就滋滋往外飙油。3杯鸡这一道，当时我看所有的评价的时候都说好吃，真的不错。鸡肉像炸过的，再进行干烧，很香。它的香度有一点咱们日常吃的那种蒜香炸排骨，但内里的肉又极嫩，就是这种一根小骨头。咸甜味儿，我觉得粤菜，我们那边淮扬菜和苏州这边的菜其实有共通之处，所以吃这些常常会吃到家乡的味道。还有个鸡爪没啃，好大一个，是带着这个拐拐的。成都的粤式早茶，你们还记得吗？它只有这个部分，甜咸。应该没事吧？3秒间起，擦一擦。我刚到成都的那一年，我觉得哎，怎么鸡爪没有这个部分？现在我在外面吃饭，哎，鸡爪怎么有这里？整个鸡爪被做的有嚼劲，但好啃。火候和时间都拿捏住了，吃个猪脚。刚刚烧鹅没有蘸汤，泡椒风味的，能吃到一点点猪的腥气感。
但对猪毛的处理还挺到位的。中场休息一下，杨枝甘露很稠，像奶昔，淡淡的鹅黄色，不甜，感觉不像芒果做出来的，像冰淇淋融化了之后带了一点芒果、柚子碎和西米的感觉。这一道好像咸水饺啊。甜口的，和咱们日常吃的麻团口感差不多，但它的糯米很厚，中间还包着香。这种烤的杏仁片特别香，和麻团上面沾了许多芝麻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们常常说我吃月蝶，你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它的味道，是因为我自己吃到嘴巴里是什么感受，我就给你们说出来，没有提前打草稿什么的。最先开始做视频的那会儿，拍视频总是会打草稿，就想着在过程中一定要把那个草稿给说完。做的越来越久了，才发现其实不需要特别官方的去对待这件事情，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真吃真说，你们自然而然就可以体会得到。真吃是一直都真吃的哈，我怕你们理解其意。川味的口水鸡。甜咸口的吃，融入了当地特色的口味去做的。我还有3个上海生煎包。包子点错了，我以为是小笼汤包。一般吃粤式我都会尽量规避这种发面型的，吃完就很饱，就2个小汤圆。这一道不建议你们点，如果当早餐吃还是不错的。这点很奇怪，包子里边我知道2个内馅特别少，掉了，中间内馅就有点汁水，肉头才偏大一些，应该是手工泡的。要了杯冰可乐，喝出红酒的感觉。谢谢。还有卤水金钱肚。卤水金钱肚好好吃，我感觉比刚刚蒸笼的要绝一些。细密的气泡孔里完全浸满了汁儿，很软脆。还有一份干炒牛河，他们拍的照片感觉一份挺小的，所以我今天斗胆点了一份，结果照片会骗人。绿豆芽韭黄韭菜。有豆芽的清脆和清香味。滑到我筷子夹不起它，炒的挺油润的。牛河炒的还是可圈可点的，配菜加的好，油其实有点放多了，吃到后面会觉得太过于油腻了，但对于它这个价位也合适啊。再帮我拿一杯可乐吧，菜单给我看一下，我看有什么甜的，谢谢。枣子、蜜瓜、西瓜，对，谢谢。这边甜品的话是推荐杨枝甘露。姚姐姐，这个是2选1吗？限量的1人就是哦，我点了乳鸽但没上滑蛋，对，就这2个没有了。吃个水果，等等乳鸽。脆皮乳鸽，这是我148的价位可以吃到的吗？好像比较干呢。不像是脆皮乳鸽，像是卤水鸽子，皮不脆。真非中主不太惊艳。它有点像是咱们在外面卖的25块钱1只的啤酒烤鸭。肉质比较柔嫩一些，它没啥汁水。不限量的，我觉得只有扇贝好吃。蛤蜊蒸蛋，最后一道菜。还蛮干蒸的，很水嫩。
酱白花。好了，那今天的粤式午茶就吃到这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评论和收藏。午安，马巴卡。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家148还是挺值这个价位的。可圈可点吧，有很好的，比方秘制叉烧、烧鹅、金钱肚、烧麦、粉蒸排骨、蟹粉、小笼包，我印象特别深。今天没吃到他们的肠粉，卖完了。一个人吃238元美味的穿越自助，能有多快乐？越咀嚼越香，像个艺术品，一口经验。外面的酥皮极酥极脆。238的价位，我啥都吃到了。我今天真的有一种吃了一桌席的即视感。这里是辣辣油，今天中午来到华商这边吃一家238一位的粤菜和川菜结合的自助。他们家日常人均如果单点的话是800一位。其实去年大概11、12月份的时候我来吃过这一家，但是我已经忘了他们的味道。印象中每一道菜都很小巧玲珑的，好像当时没吃饱。今天多点点。Hello， 我一位。环境也很雅致。做这是吗？好嘞，谢谢。就直接画哈，从粤点点起吧。凤爪、马蹄、金鱼饺、芸豆卷、蒸排骨、松露骨、水晶虾饺黄、脆虾卷、高杯乳塔、油菜煎饺、主食。我好饿啊，我想来一份牛腩面，每人限一份土豆饺鱼捞饭。还想吃个干炒牛河、烤肉、鱼香牛肉、土鸡炼鸭笋、酱鸭舌、海蜇、墨鱼面、半鸭胗、爽口蹄花、乳鸽、豆豉鲫鱼、国宴鸡豆花、芥末虾球、避风塘掌中宝、锅巴肉片、烧牛筋、萝卜丝、毒海兔、海参、脆蛇、小炒肉、九肚鱼、左青口、深海黄鱼、鲍鱼，这种每桌限量的咱们都各来一份。牛肉粒、避风塘生蚝、鸡中翅、XO 酱、爆旺潮、毛血旺，要不也来一个吧？来都来了，香椿进行到底，差不多跟这么一些。1点半是最后的加餐时间，我们先点上。小哥哥好了，谢谢。第一道上郴香鸡炸出来的，这一道我有印象。好的，谢谢。摆盘都很精致哈，凉菜上的还挺快的。海蜇丝，我知道了姜丝，酸甜脆爽，醋调比较明显一些。先整一波凉菜，开胃。切成丝的海蜇，口感上给到了日常吃片的时候不一样的惊喜。鸭胗，全是这种梗啾啾的口感，好香，烹派红油凉拌而成。会知道青红双椒的辛辣感挺刺激的，虽然红油略显多，但用的双椒给它莫名的一种清新之感，丝毫不油腻。可能还浅浅放了一些很香的海椒面，紧致弹脆。喜欢鸭胗啊、鸭心、鸡心这些东西，有厚实的口感，很爽。吃一个凉拌猪蹄儿，片成一片一片状的，红油和熟芝麻的加持下，贼香。凉拌猪蹄必吃项目，很好吃，不错。凉掉了的胶质感比较紧弹 Q 脆，香度比日常成都下集吃的钵钵鸡要更香醇一些。店里配了一些清爽脆嫩的黄瓜，口味还有一点回甜感。土鸡炼鸭笋，笋子包了土鸡，上面的这个鱼子是用醋做的。这一道我看点评上被吹爆了，很好吃，像改良版的口水鸡。鸡肉特别鲜嫩，好吃笋子和鸡肉的可以多来一份。墨鱼面有点像缺根粉那个，酸酸辣辣的，醋调比较明显，主要是酱油、醋、小米椒、蒜泥调配而成。食欲不振的时候来一碗开胃神器，特色烤肉、五花肉烤鸡肉，他们对于每一份单人的分量把控特别精准。越咀嚼越香，皮不脆，微有一点韧劲，肥肉吃起来丝毫不油腻，有一点仿佛你在吃猪颈肉的即视感。上面垫底的是那种黄豆，我们老家叫豇豆，把黄豆放汤子里，各种辣酱去腌制它，都鱼。炸了之后，肚子里还放了一些香菇。鲫鱼吃要注意它的小刺，但基本这种极小的极细的刺，它被炸过之后咽下去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但这种大刺要及时的挑出来哈。豆豉菌菇酱的风味。好的，谢谢。
他们的蒸点就一笼一个，即使你们自己过来，可以轻轻松松吃10道不成问题。豆豉鱼看你们自己啊，可点可不点。它和苏州的熏鱼，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味型不一样。开始越点，可以1份2个就好了。我吃了咋太客气？来一口凤爪，甜咸味比较浓，汤汁粘稠啊，很精品。花生放的有些多，一口吃酸。好，谢谢。野菌松露饺，蘑菇的造型，各种菇菇。一口浓郁的黑松露，菌菇香。又可以多来几个。试试虾饺，清淡鲜美口，有一点流水，一口一个。我要吃小金鱼了。中看不中吃，鼻子有点红。笋子加虾仁的集合，突出内馅本体的鲜美。避风塘9肚，像豆豉粉蒸排骨。粉蒸排骨必吃项目，真不错。有一种香菇烩排骨的感觉，浓郁的鲜甜感。肉质很滑口，几乎用的全是这种小肋排。这个我记得好像很好吃，淡口的黑椒牛肉粒，牛肉相当的松软弹嫩，要吃蘑菇是吧？用的白蘑。水灵的蘑菇比牛肉粒更胜一筹。装饰品也不放过。哦，最后的点单上，我看一下有什么特别推荐，但是我没点到的。好的，我再看一眼吧。刚刚那个虾饺皇没有给你们看特写，要不我再点一份，加2只就行了。好嘞，谢谢。我喜爱吃9肚鱼。外酥里糯，肉特别细嫩，有点水分，口感大于它的味道。哦，好嘞，这个现点的对吧？限量1瓶，是无数好评的，像个艺术品。我好，真美！一口惊艳，外面的酥皮极酥极脆，生蚝肉极其软糯，饱含着汁水。刚炸的还略显烫口，每一口都是享受，依然是口感大于的味道，清口，有点法式的做法，像是鲜辣版本的奶油蘑菇汤。传统喝奶油蘑菇汤是会觉得它腻，看这一道结合了川式奶香鲜辣，鸡翅。盐的饱和度有点高，补充觉得酱香甜咸口，像香菇焖鸡的感觉。这家真的很适合跟男朋友来约会，以我这饭量让我吃的西餐好贵。如果我要吃饱，环境有了，价格合适，我很满意。这抹虾球只给你2个，就害怕你一下吃饱了，品尝不了他们家其他的菜。每一道菜的分量把控上，拿捏的极其好。肉片锅巴，糖醋点，米下面油炸了，超滋了，满满的空气感，甜调为主，醋打一个辅助。它的甜酸吃多了会有一点倒牙。这家其实也是我当时在苏州的时候就接收到了有位朋友发给我的私信，让我来品尝一下，所以我一回到成都立马赶过来，你们的要求都一一的满足。花椒牛舌薄切的，不错。青花椒的麻感是比较轻微的，牛舌的质量很好，有韧性的同时又很脆口。鲍鱼238的价位，我啥都吃到了。一口一盘，干炒牛河也是1人份的量，我喜欢差不多2筷子，而且2筷子的量放了3片牛肉，良心的。豆芽、韭菜这些炒出来油香油香的，油放的不多。摸鱼仔、毛血旺、麻婆豆腐、茄子、小八爪，紧实耐嚼，
甜辣口的酱沙，来个毛血旺，千层肚黄河，竟然有肥肠。即使单个人的分量都没有缩减那里该有的食材，鳝鱼都给我吃了血旺。我的妈，猪脑也吃到了，很小很小的一个。臭豆腐和牛筋好烂货，有腌笋和烟熏风味，牛筋肥厚软糯的。腌笋子大抵是干的那种笋子，泡发了之后呢，我没有想到他们家种类也贼多。麻婆豆腐，在他们家有各种可以选择更好吃的菜品上，像麻婆豆腐这些我们就不点了哈。咱就是要将有限的胃容量给一些特别值得的菜品上。脆皮小鱼干，那烤鸭皮似的没有那么脆，我就直接拿手啃。有水的。它像是南京卤水烤鸭的做法，皮不脆，有一定的油水，偏咸。他们家可以2刷3刷一下。这次甜品都没吃就饱了。我看大家对于提拉米苏的点评很高，牛跟面香。啊，这只醋汁小黄鱼。来说必吃点。整个鱼被炸得非常的通透，那里的鱼肉很细呢，带一点这种老醋汁，酸甜汤。我发现他们厨师对于炸后的火候把控极其之妙，煮到可以连鱼刺全部吃下的小黄鱼。哎呦，吃一顿饭费一件衣服，咱就是说，感觉像是江浙青粉丝，应该是比滚鱿鱼吧。鱿鱼他们真的分了很多派系，像喝了奶白的鱼汤。味型和日常吃的黄鱼面差不多。牛肉粒，像咱们日常吃的牛肉干，牛肉纤维感略微重，这种肉干型就是越咀嚼越香，有口劲。速速掌中吧。卡崩脆，肉感厚实。刚刚不是没有给你们看虾饺的特写吗？你吃一个。酒香虾仁鲜美，馅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比较适中版本的。虾饺皮子要更薄一些就好。土豆甲鱼饭，限量款，裙边很厚实。米饭吃起来很干爽，粒粒分明。甲鱼肉厚实，裙边肥嫩，胶质感足。鸭舌、小炒肉、奥利奥蛋挞，我今天真的有一种吃了一桌席的仪式感。小炒肉是寻常家常的风味，有点像公司门川菜馆子做的。鸭舌头，甜咸乳香口，舌头也比较厚实。小盘塔横栽，这是黄油奶气十足的盘塔绝美。他们点心做的不错，最后一碗鸡豆花没了。我知道你们的弹幕都给我看饱了，我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饱，但其实咱们还是讲究一个7分饱，雪白细嫩，吃鸡不见鸡，入口即化。舌尖一抿就立刻在嘴巴里散开，整个质感很轻盈。最好趁热的时候喝它，凉掉了有一点品不出它的鲜美感。好啦，今天的川菜加粤菜的自助就吃到这里。总的来说，这一家还是值得带爸妈、带男朋友带朋友来体验一下这种环境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那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评论和收藏哦。晚安，马克巴卡。他们
限量的再给你帮掌声好，特别惊艳，可以吃一下。好，谢谢，辛苦了。今天还是很不好意思，因为来的有点晚了。